今天我们要谈一谈如何修复慢性炎症的3件大事和3件小事。首先跟各位声明一下，需要改善身体的慢性炎症，我们需要做到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好的开始。如果你做对了这3件小事和这3件大事，你就会开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启你修复慢性炎症的旅途了。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进步了。首先我们说一说3件小事，平时你大概不会很关注，但其实它们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情，充分的水分，不要让自己脱水啊。你说喝水那么重要吗？它跟慢性炎症的关系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啊，喝水其实很重要。如果你身体水分不够的话，你的免疫系统是不能够正常帮你工作的哈，你身体的淋巴系统帮你排毒都有困难的。我们人的身体是不可以缺水的。我跟很多人说过要多喝水，他们很多人就会跟我辩论说水喝多了不健康的。是的，我同意，水喝多了有一个名词叫做水中毒。我知道真正把水喝到中毒的人不多哈，真正水喝不够的人比较多。如果你每一天喝的水就是1瓶矿泉水的量，我跟你说远远的不够哈。那究竟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我们水喝够了没有？如果我们硬性的跟你说你一天需要2500毫升的水，你一天需要3000毫升的水都不够客观，因为我们的运动量、流汗的量、我们居住的环境潮湿或者是干燥都不一样。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喝多少水才叫做够，不够客观。比较客观的判断方式啊，其实啊是观察你的尿液的颜色最客观。你尿液的颜色如果是淡淡的黄色的话，大概呢就刚刚好了。你尿液的颜色如果颜色比较黄了，就说明水喝的不够。如果你尿液的颜色跟水一样的清澈，你表示你水喝太多了。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去判断，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缺水的时候，身体会给我们信号，你会口渴的。可是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啊，当这个信号来的时候，你已经缺很多水了。所以呢，不要等到这个信号来，养成这个习惯，时不时的就喝一点水，时不时的就喝一点水，保持自己身体有丰富的水分，其实很重要。如果你有喝咖啡的习惯，你需要注意了，咖啡因啊会导致我们身体排水的。所以我自己是有喝咖啡习惯的人呢，你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喝的是浓茶，或者你喝的是咖啡，每喝1杯咖啡你就要补充1杯半的水啊，听懂了哈？所以保持身体充足的水分是让我们身体免疫系统能够正常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是我们3小事的第一件事。3小事的第2件事情是很多人忽略的，优质的睡眠啊。我们每一个人把睡眠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对睡眠是不够尊敬的哈。睡眠的重要性在哪里？从修复慢性炎症的角度来讲，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身体是在我们睡着觉的时候发挥最大的修复工作、还原的工作、调整动态平衡的工作，都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完成的。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脑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出来，麻痹我们的身体啊。睡着的人，你把他手拎起来一放，他的手就完全就掉下去了，是完全麻痹的。这是我们身体制造的一些化学物质出来造成的。为什么要让我们完全放松，然后我们的身体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进行修复啊？你们感冒的人有没有发现，早上刚刚睡醒觉的时候是你一天当中人最舒服的时候，到了中午了，到了下午了，你就开始不舒服了。为什么？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身体在帮你修复啊。所以充分的睡眠是很重要的。你说有一些人说喜欢打游戏的人熬夜，你说我白天来睡，我一样睡8个钟头。我跟你说，白天睡8个钟头跟晚上睡8个钟头结果不一样。我们人的细胞是跟着日月、跟着白天黑昼运作的。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有生理时钟，是真实存在的。你不尊敬你身体的生理时钟，它会影响你的修复能力的，会影响你的慢性炎症的。所以你要尊敬你身体对睡眠的需求，它需要你在晚上的时候睡觉，白天的时候工作。这是第2件小事。第3件小事，建议大家多吃富含抗氧化剂的蔬菜，深绿色、深紫色的蔬菜富含抗氧化剂，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颜色的蔬菜，多元化的营养，这对我们身体调节慢性炎症至关重要。有一些人跟我自己一样，我自己年纪轻的时候吃蔬菜就是应付我妈妈的。我妈妈说吃蔬菜，那我就吃1根。他看不见了，我就把1根蔬菜放回去。我只喜欢吃肉，我只喜欢吃面包，我只喜欢吃蛋糕，吃蔬菜不是我的选项。还好我今天痛改前非了，我今天要求我自己，我每天只吃1顿饭，可是我这1顿饭里面的蔬菜的种类至少7种到8种不同的蔬菜，它非常的重要。你不要看小小的蔬菜，大自然很神奇的，它把最丰富最多元的营养存在热量最少的食物里面。
所以各位不要忽略了蔬菜种类和数量的重要性。如果你一餐饭里面只有1种或者是2种蔬菜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过分的单一了，对你身体修复慢性炎症是不利的。这是3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就可以处理的3件小事。修复慢性炎症的3件大事，我可以跟各位说的最核心的、最重要的3件事情。这3件事情你做到了，你会发现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情况明显的发生改变了。第一件大事你需要做的，控制你的血糖和你胰岛素的水平。现在绝大多数的人慢性炎症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血糖波动的幅度过大，频繁的波动，我们胰岛素始终在高位。血糖和胰岛素这2样东西其实是我们身体慢性炎症很重要的根源。长期的血糖多是有毒性的，长期的胰岛素多也是有毒性的，而这2种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行遍全身呢，所以它们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炎症是全身性的。所以我们控制好血糖了，就控制好胰岛素了。这2个东西控制好了以后，是我们身体修复慢性炎症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这是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各位，我们长年累月的在争议说2型糖尿病的根源，胰岛素的根源是碳水化合物。可是我告诉你们，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造成代谢健康出现问题，带来慢性炎症的问题，跟高糖这2件事情几乎是并驾齐驱的，就是食用油啊。我们今天吃的精加工、精炼过的这些种子油、玉米油、大豆油、菜籽油、葵花籽油，精炼过的这些植物油，这些油脂给我们身体带来的慢性炎症是不可以小觑的，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各位要把这些油脂去掉，换成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饱和脂肪酸的油脂，比方说初榨橄榄油啦、猪油啦、牛油啦、头道的茶油啦，这些都是很好的食用油。这个是我们建议大家这样处理自己慢性炎症第2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让身体修复慢性炎症第3件大事是什么？适量的运动。很多人听到适量的运动以后就觉得是老生常谈了。所谓的适量啊，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人适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张三的适量是每一天跑10公里，李四的适量可能是每一天散步1个小时。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能体力是不一样的，所以适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你不需要跟别人比，你只需要跟你自己比就可以了。什么样的运动对你来说叫做适量，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可是你要知道运动对我们身体恢复慢性炎症的重要性，因为当我们的身体在有适量运动的时候，它会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适量的运动非常重要，过度的运动反而会让你的慢性炎症恶化。所以不要求你过量的运动，适量的运动是我们给大家建议的第3个降低身体慢性炎症第3件大事。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处理身体慢性炎症的3件小事和3件大事。祝各位有一个顺利的、健康的降低慢性炎症的旅程啊。